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35歲譚松韻的人生哲學，事業與自我，我選擇都要。在少女感當道的內娛，譚松韻用娃娃臉打破魔咒，從國民妹妹到女飛行員，她拒絕被標籤綁架，用作品證明演員的底氣。不炒 CP， 不賣人設，這位35歲反內卷教科書告訴你，真正的自由是把定義自己的權利攥在手裡。這個世界最魔幻的地方在於，他總想給所有東西都貼上保質期。一瓶牛奶有保質期，一份愛情有保質期，一個女演員的職業生涯更是被標注了精確到天的倒計時，尤其是那種靠少女感吃飯的少女感，內娛硬通貨，比比特幣還刺激，漲的時候萬人追捧，一旦崩盤，連個水花都聽不見。大家都在這場豪賭裡殺紅了眼，用玻尿酸對抗地心引力，用醫美對抗歲月痕跡，試圖把那個虛無縹緲的少女標籤焊死在自己身上。然後你看到了譚松韻，一個活生生的行走的反例。1990年生人，按娛樂圈的算法，早就該被劃入中年女演員的焦慮分組，等着被後浪拍死在沙灘上，或者在婆媽劇裡給小鮮肉當媽，貢獻點催婚 KPI。但她沒有，她不僅沒被拍死，反而浪得越來越高，把沙灘變成了自己的專屬浴場。35歲的年紀，演起高中生依舊沒什麼違和感，這事兒本身就很不講道理。這不叫保養，這叫老天爺追着餵飯吃，屬於基因彩票中頭獎，羨慕不來。但如果故事僅僅是她長得顯小，所以還能演少女，那就太無聊了，也太低估了這位姐的段位。一張娃娃臉是她的通行證，也是她最大的枷鎖。在資本眼裡，你最擅長什麼，就得幹什麼，幹到死。你既然是國民妹妹，那就永遠當妹妹，從最好的我們裡的耿耿，焊到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，成為流水線上最標準的那顆螺絲釘。這是最安全，也是最容易被替代的路，因為妹妹會層出不窮，市場永遠喜新厭舊。魔幻的地方就在這裡。譚松韻拿着這張通行證，卻沒有一頭扎進舒適區裡泡澡。她比誰都清楚，靠臉吃飯就像開一家只賣單品的網紅店，今天排隊，明天倒閉。真正的核心競爭力，從來不是你的外表，而是你兜裡有多少張別人沒有的牌。《甄嬛傳》裡的純貴人，是她最早的一張牌。那時候她還不是主角，在神仙打架的後宮裡，一張天真爛漫的臉，成了權謀鬥爭中最快凋零的那朵花。戲份不多，但足夠讓人記住。這是什麼？這是產品在上線初期找到了一個精準的切入點，完成了冷啟動。後來的錦衣之下是他事業的第一個爆點。他演的袁今夏不是傻白甜，而是個業務能力過硬、愛財如命但心有大義的女捕快。這個角色妙就妙在，他利用了譚松韻的少女感外殼，內裡卻填充了一個成熟、獨立的靈魂。這叫產品迭代，在核心用戶群喜歡看甜寵劇的裡，做出了差異化，打出了口碑。再到以家人之名，直接封神。李尖尖這個角色，幾乎是為她量身定做。一個在愛裡長大的女孩，古靈精怪，永遠樂觀。這部劇的成功，讓她國民妹妹的形象達到了頂峰。此時，她站在一個十字路口，向左是繼續複製李尖尖，吃到市場紅利枯竭；向右是撕掉標籤，風險巨大，前途未卜。她選了右邊，而且是油門踩到底的那種。在《向風而航》裡，她演了一個又飒又猛的女飛行員，不再是被人保護的妹妹，而是要保護一飛機乘客的專業人士。在《歸路》裡，
他演的角色經歷了從校園到社會的10年跨度，眼神裡有了疲憊、隱忍和飽經風霜的故事感。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轉型，這是在告訴市場，別再叫我妹妹了，老娘的武器庫裡還有別的硬貨。這就是一個清醒的職業經理人思路。當你的核心產品少女感已經成為市場爆款，並且佔據了絕對優勢後，你不能躺在功勞簿上數錢，你必須立刻、馬上利用這款產品帶來的流量和資源，去孵化你的第2增長曲線、第3增長曲線。因為你知道，市場會變，用戶會老，你的核心產品總有被淘汰的一天。譚松韻做的就是用里尖尖們賺來的聲望和信任，給自己換來了嘗試演飛行員、演投資總監的門票。這背後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清醒和自律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演員這個職業最終還是要靠作品說話。流量、熱搜、粉絲控評，這些都是虛的，是泡沫。今天能把你捧上天，明天就能讓你體驗自由落體。唯一能讓你站穩腳跟的，是你刻畫的那些角色，是觀眾在看完劇後願意為你貢獻的真實情感。所以他很少上綜藝，很少搞人設營銷，幾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娛樂圈的隱形人。不拍戲的時候就消失。這種清醒同樣體現在他對個人生活的處理上。在內娛，明星的婚戀狀況早就不是私事，而是一門生意。官宣戀愛是生意，秀恩愛是生意，結婚是生意，生孩子是生意，甚至連離婚都能是一門驚天動地的大生意。所有環節都可以被量化、被評估、被拿來置換商業價值。粉絲們也樂此不疲，像追連續劇一樣追星的感情生活，催婚催育，比親媽還上心。譚松韻在這方面交了一張白卷，至今她的感情生活是一個薛定諤的貓箱，你可以猜，但你永遠別想打開看。她不是沒有表達過自己的婚戀觀，她說看重精神契合，看重生活節奏同步，不願意為了結婚而結婚。翻譯一下就是老娘的人生我自己說了算。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是佛系，是不爭不搶，但換個角度看，這才是頂級玩家的生存智慧。他把工作和生活劃出了一條清晰的3八線。在線內，他是個敬業的演員，配合宣傳，認真演戲，完成一個打工人的本分。在線外，他是譚松韻，一個喜歡旅遊、喜歡拍照、喜歡和朋友待在一起的普通女孩。她拒絕將自己的私生活打包成商品，擺上貨架，任人評說。為什麼？因為她明白，一旦你開始販賣私生活，你就得接受它帶來的反噬。今天觀眾因為你甜而磕 CP， 明天就可能因為你不甜了而回踩。你的人設將不再由你的作品定義，而是由你的八卦定義。這對一個想走得長遠的演員來說是致命的。所以你看，譚松韻的清醒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論。在事業上，他懂得利用優勢，但不依賴優勢，持續拓展自己的能力邊界，構建堅固的護城河。在生活上，他守住底線，拒絕被外界的噪音綁架，把定義自己的權利牢牢攥在自己手裡。他的人生從來不是一本給別人看的偶像劇範本，而是一部寫給自己的現實主義生存指南。他告訴我們，一個女性的價值不需要通過年齡、婚姻或者任何外在標籤來定義，你的價值只在於你成為了一個怎樣的自己。在這個人人都想當頂流的時代，他只想當一個好演員。在這個人人都急着證明我擁有的時代，他只想安靜地享受我存在。這種不被定義的自由和不被綁架的清醒，比他那張少女臉要性感1萬倍。